看看川普现在在美国就为了所谓过去的战争怎么回事发言被形容叫做两个男人搞垮美军吗？听听他怎么说。Problem with Vietnam, we stopped fighting to win. We would have won easy. We would have won Afghanistan easy. Would have won every war easy. But we got politically correct. Let's take it easy. We're not politically correct anymore, just so you understand. We win. Now we win. 在川普的现在准备国防战略是要拉回美国防守的，但他谈过去的越战跟阿富汗战争，他说其实美国是可以轻松赢的，你们却不赢，你们搞到只是政治正确、政治意识形态，所以才没有赢吗？哇，大家觉得瞠目结舌，因为毕竟过去美军已经用尽了洪荒之力吧，把能用的军力、兵力整个投入到整个变成泥淖，到最后不得不放弃。那结果呢？就差没有用核武了还是没赢下来，讲的好像只有政治正确吗？但是美国国防部长也是在一个访问里头很难得的回应所谓五角大厦披萨指数，有很多指标观察嘛，就是说如果在五角大厦周边的披萨店订的越多，就代表有大事发生，那大家都在加班，那很难得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回应这种问题他说他倒是考虑在随便哪天晚上点很多披萨。让所有人都搞不清楚状况等等，因为赫格塞斯最近把全球军事将领叫回美国去教训，要展现的是自己的威严领导力但是川普呢，现在对内所谓的战争部，对外呢所谓委内瑞拉前阵子为了打击毒枭派出的军队呢，川普已经决定全面叫停跟委内瑞拉政府之间可能可以和缓下车的这个外交接触。直接下令驻美国的特使终止跟马杜罗总统所有对话跟谈判行动，也就是说，现在有可能要军事升级了吗？大家都在看川普对委内瑞拉，随便人家船只经过就可以把人家打轰炸击沉，把人逮捕的，或者是直接歼灭，说是毒枭。那到底跟委内瑞拉现在会到什么程度？随时都可能软柿子挑来吃是不是会更升级？但美国呢，本身到底实力是只能打软柿子了吗？俄罗斯军队，这个是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助手取笑他说，俄罗斯军队目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甚至超过了美国。美国的实力正在消减你只能打委内瑞拉吗？其实现在美国的军力已经不行了，这是俄罗斯取笑的。但川普在国内所谓把军事将领叫回来，战争的目的要往国内发展，因为有恐怖分子。川普就美国的城市，因为最新的进驻点叫芝加哥，引起了很多的冲突，国民兵的部分。那有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被问到川普是不是正在为向美国一些最大城市进行长期的军事部署做准备呢？光是问这个问题，发言人李维特就生气了，就怒斥他说，民主党人担心总统可能考虑在民主党领导的城市永久部署军队是荒谬的。你们自己的城市不安全，所以中央帮你维护安全，居然会反对甚至质疑吗？所以他就斥责记者，光是这样的想法就是很荒谬的到底有多荒谬？因为呢，这个最新国民兵被川普指挥下进驻伊利诺州芝加哥这个消息，川普的扬言必要时是可以动用反叛乱法的。为什么？因为芝加哥当地的市长强烈的反弹，甚至提起了诉讼。伊利诺州芝加哥市政府同时将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试图要阻止川普派遣这个国民兵进驻的消息，但他已经派进去了，他们认为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但是川普说，如果你们敢反抗的话，我就会动用反叛乱法，双方感觉起来是一触即发的可能冲突，其中法院州长、市长挡住政府的话，就要来办理。那随着川普镇压的加剧，芝加哥市长采取的行动，特别设立了一个叫做无 ICE 没有这个移民局的这个区域，限制联邦当局的行动范围。看起来随时，那如果跨越呢，会不会有其他的冲突？像内战一样的氛围呢？那芝加哥甚至有帮派领导人还提供了这个美金1万块特别去奖励来杀死这个移民局的相关人员。哇！那这不是就更越演越烈吗？这种仇恨值是已经不只是国民兵进驻的问题，甚至前阵子曾经判决美国这个川普的政策是违法的，这个败诉以后，包括川普自己本人，还有民主党的、共和党的议员，就曾经说，哇，我要对这个法官加以起底，甚至把他各自公布。结果呢，这个各种的网络攻击之外，果然他的住家
法官居然礼拜六发生严重的火警，住宅全毁哦，3个人受伤送医，不过还好这个法官并不在家里头，但他先生在里头。那火警发生的时候呢，网络上有部分人士还在对法官不利川普的裁决表达各种的这个恐吓啦、敌意啦哈。虽然呢，现在警方判定并不是有纵火的可能哦，但是呢，是不是有爆炸怎么回事呢？仍然受到死亡威胁啊，所以外界相当的疑虑，没有这么单纯嘛，赖老师。川普跑到美国的海军，登上了航母，而对于美国的3军将士啊，特别主要是对美国的海军现场的将士来去演说的时候，前面放了一个很大块的防弹玻璃。你是3军统帅，你在航空母舰上，你面对的都是自己的士兵、士官、军官，你在演说，你需要一个防弹玻璃。在军队里面，这个让我们觉得真的是匪夷所思。这代表什么？他们本身对于军人不信任，他们觉得他们的安全不确定啊，因为任何可能对总统发生意外的事都要防范。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就是美国的总统的安全已经到自己的军队都不信任的一个阶段啊。这个真的是我们看到了很情何以堪，因为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其他的国家，那真的是很奇怪。我还很少看到有一个国家的元首跟他的军人单独的见面的时候需要用防弹玻璃。但最近关系的确蛮紧张的。对，但是要到防弹玻璃，这真的有点，我也看不到法国的总统过去他跟他的军队见面的时候也没有用防弹玻璃，大陆也是，我们也没看到普丁要用防弹玻璃，但是这个川普需要用防弹玻璃。第二个，他讲到了2个战争，这2个战争，越战打了10年，打了10年，打到20年，越战20年哈，打到了美国不得不我强调，美国不得不重启征兵制，也就是他实在是募不到人了，他也打的最后跑掉了，打输了。另外一个阿富汗战争打了20年，从2001年一直打到2002年。打了20年，他也占领了整个阿富汗地区，但是治理不了统治不了，最后还是被游击部队就塔利班打垮。我们一般估计，即使他在越战的时候突破了17度线，占领了整个越南，但是问题就在于游击部队还是不会停止去攻击的，所以很有可能他的死亡更大。那我们也留意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阿富汗战争的这20年间，消耗了2万亿美元，2万亿美元20年，这是个很大的一个数字，也造成美国的国防工业的发展出现了问题。不然，美国应该6代机应该要出来了，6代战舰也应该都要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这个代表什么？他们的战争耗掉他们太多的国力，可是未来还要再花2万亿美元至少。为什么？因为在这个阿富汗战争中受伤的、残废的，还有精神状况有问题的，那么要治理、要医疗他们，估计这是美国政府自己的估计，未来还要再花2万亿美元来把他们养到他们离开人世为止。那你想，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一个负担？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这2场战争真的是不足取，也告诉世界各国，就是说战争不能久战，久战再大的国家、再富有的国家也都打不下去。好，那现在面对于委内瑞拉，看起来委内瑞拉感觉又要发动一场大战了，所以委内瑞拉的总统很紧张，他透过他的国会跟欧盟说，会有极端的右翼分子，一般来讲暗指的就是美国，很有可能会去攻打自己的大使馆，在那边制造事端，然后再栽赃说美国的领土被侵犯，给美国的军队去打委内瑞拉的一个理由。哇，那这样子不只是川普在对内的各个州之间的各种冲突，对外也要用这样的方式，战争部要发挥功能吗？对，因为我们看到9月30号，川普在这个陆战队基地的讲话里面他特别有一段大家特别关注，是他认为今天这个美国敌人是在内部，而未必是外部的威胁。那假设再对比一下这几个月川普会动用国民兵到一些民主党主政的大都市，用这个要去执法，
要抓非法移民啊，是个社会失序、治安糟糕的民意。所以在美国社会里有正反不同的意见，而且讨论得非常尖锐，而且角力是不断的。因为的确是，如果从法律上来讲，有一些法律是川普可以用的，而且他过去已经威胁说要使用，比如说1807的这个反叛乱法，它其实是授权美国总统假设在州的这个立法机构认为请求，或是州立法机构无法集会的时候，州长可以请求，意思是出现暴乱、叛乱，或者是联邦的一些命令无法执行的时候，在很特殊的情形之下，总统可以动用部队的，包括部队，包括国民兵。那多不多呢？其实历史上是罕见的，在200多年，有人说在11位总统大概用了20次，而且很多是很古早的一些历史的记录。但是川普已经不止一次讲过说他援引这个法案。那还有一些法律是有比较限制性的，比如说1878年有个法案叫做限制这个总统动用的现役的武力去做国内的执法。所以意思是说这个美国的法律还有一些美国的这个历史传统，总统动用部队执行国内的一些执法，其实要非常非常谨慎。但是呢，从川普的讲话，还有再加上我一直有提说移民跟治安是他2大利器了。川普1.0的这个就职演说里面特别提到这一点，也许在台湾的我们很难体会，可是我相信对他支持者感同身受。意思是说，美国过去200多年来，我们有多少的部队在海外作战，维护我们所认为的民主自由，但是呢，近在咫尺的边境威胁没人注意，这是他一个诉诸选民的利器，而且从1.0用到现在的2.0。但是现在有点地方跟1.0不同，因为有些媒体做出一个案例做比较，1.0的时候，川普用了很多将领作为高层官员，包括国防部长、国土安全部长，这些有军事身份的这些将领，在川普，比如说川普一开始说我要动用部队去做西南边境的非法移民入侵的时候，当时的马蒂斯第一任国防部长说：“总统，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做，因为川普说我要派兵1万到15000人。”马蒂斯给总统建议是6000名国民兵，而且不要让军队直接对付移民。那还有一个案例，这个第2任的国防部长也讲过，川普当时是要派第82空降师去对暴乱，这个雅斯培说不要，所以最后跟川普这个形同陌路。但是到2.0的时候，这些节制的声音还有规劝声音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委员这样怎么看？接下来川普在国内有没有可能跟各州，尤其是现在到了这个芝加哥非常强硬的要抵制拒绝川普所派的国民兵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更大规模的冲突就在这些地方发生？我跟你讲，这很难因为他动用的那个部队的人数随时可以增加，而且他们配备精良，而且最主要态度非常强硬。你看他们取缔那些示威者那种手段是蛮强硬的，甚至粗暴的，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对付的尤其那些外来移民，他更要害怕，如果你被逮到，就要被遣送回他的原来的国家，所以更不敢随便加入了我先讲一下这个，就是说他讲这个越战本来可以赢，阿富汗战争可以赢就川普这个人是不读书也不管，他是完全是伪造的。他说本来可以赢我跟你讲，越战跟阿富汗战争各打了20年。越战花了多少钱呢？大概1兆美金，用现在的币值，当时大概1600多亿，现在的币值大概就是1兆美金。阿富汗战争因为那时候花费更多，因为那些武器更多精良的武器，而且武器变得更贵嘛，花了大概2兆3000亿美金。一个阿富汗战争也打20年，2兆3000亿呢，越南死了多少人？死了5万多人。那这个阿富汗战争死了多少人？死的比较少，大概差不多死的人接近2500人，受伤的人也是2000多人。可是我告诉你，那就表示有2000多个家庭，甚至更多家庭有他们的儿子或他们的女婿或他们的爸爸死在阿富汗呢。所以那个是到最后你根本打不下去，这个战争历经共和党的政府、民主党的政府。打不下去了，仓皇逃走。对啊，当时有哪一个人有一个方法说我可以打赢呢？他们甚至把以色列的那个带羊那一只眼睛瞎掉那个英雄，把他带去越南，教说你们以色列那么会打仗，来教我们怎么打赢越战，好不好？对啊，莫比说这个战争我不熟悉啊，你在丛林里面打仗，我是在沙漠里面打仗，这我哪有办法教你们，对不对？
所以就川普就乱讲了。不过这个对州用这种方法是非常不对的，因为他们刚才两位大概也都讲了，国民卫队的这种动用啊，基本上要州长请求你这个联邦政府同意，然后他们动用。至于他动用到军队，什么陆战队到那个洛杉矶去，那我告诉你，那根本就从来没有过。哇，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总统把他的总统的权力膨胀到都已经超越红线了。那一个人叫做川普，而且你要得诺贝尔奖，美国这么多总统，只有4个得过诺贝尔奖。第一个是老罗斯福总统，因为他协助停止了日俄战争；第二个是伍德罗·威尔森，因为他创建了国际联盟；第3个是卡特，因为他是 human rights 人权；第4个是奥巴马，因为他推动这个全世界性的这个 global 这个 diplomacy 这个外交。那你要再加一个，我看这个大概不太容易。如果没有他，川普会很生气，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举动来。川普的关税真的是没有停止的一天，他继续又推出个新的关税政策，说11月开始要征所有的中重型进口的卡车25%的关税，而且是11月1号马上就要实施哦。作为保护本土产业、重塑汽车供应链最新的举措，到底细节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但他就是随时就宣布了新政策，底下人就要帮他做研议跟细节嘛。但以前以为意大利不是跟川普交情很好嘛？哦，刚刚讲到南韩的李在明，以为拍对了马屁吗？意大利也是突然，川普就说我宣布要加征意大利面。太多了哦，太倾销啊！哇，这个意大利面有倾销的问题，不是意大利面吗？不然美国面吗？计划明年2026年就要把原有的15%关税再往上加91.7%，就变成107%的关税。那以为跟川普很交情很好的意大利总统应该也很傻眼，但就在这个时候，刚好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出访意大利，意大利将跟这个王毅共同主持第12届的意中政府会议。那被说是不是这个时间点刚刚好哦？这样去是不是也可能变成另外一种转向的可能性？还有美国啊，还要记这个5%的关税。虽然说印度看起来，我还是我的好朋友哦，可能可以再谈，但事实上现在并没有新的发展，仍然是50%啊。所以印度的智库呢，由《经济时报》所报道的就是这个。印度的顶级智库印度国家转型发展委员会做出来的报告认为，现在印度要度过这一关，只有向东看，包括把邻国大陆的出口还有其他亚洲的市场必须要做一点平衡，否则的话，跟中国这样、跟美国这样50%的关税下来，将会重大的冲击印度的经济跟市场。而因为大豆的问题，现在是 APEC 到底川习能不能见到面还很难说。但是呢，因为大陆停买这个大豆的关系，川普很急啊。印度的复合畜牧饲料科的主席就讲说，现在他们印度很可能要买嘛，因为被逼着要买嘛。美国农民因为中国而损失没有办法卖，那现在归零以后要叫我们来买吗？这种爱荷华州上个月带了一堆访问团到印度来，要我们买啊。大家这个印度愿意吗？现在恐怕还是问题哦。川普本周最快就要公布纾困豆农的细节，就是要把从关税赚好多钱，这是他的口头禅。我们赚了好多钱哦，拿了一部分给农民就可以了。但农民们恐怕想法不是这样哦，因为被形容叫做川普背叛美国大豆农民是这些援助计划被认为没有抓到重点啊，农民也没有想要什么补助啊，我只要原本的产品可以卖出去就好，辛苦工作的收获，这就是买卖的契约而已。现在变成施舍吗？更雪上加霜的是，上个礼拜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宣布了，川普会提供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要给阿根廷，而阿根廷呢，现在刚好就是竞争对手，把这个大豆卖给中国大陆，包括了巴西嘛，所以呢，川普把钱给阿根廷，然后让他去跟中国做生意，那美国的农民呢，到底该怎么办？当然，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消费力光是一个旅游就吓坏全世界11黄金周。统计下来，前半程因为后面好像有台风等等的因素，前半程居然可以出行12亿人次，很神奇哇！12.43亿的人口到处去旅游，不只是在国内，国际上也是被形容叫做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放11长假啦。因为呢，连挪威一个小岛，那个岛上也不过2万人，
居然挤满了很多人。澳洲的观鲸团全部都是中国大陆的客人，连这个挪威的现在看到的是搭一个山顶往下的各种的船啊，这个叫做在瑞士啊山地滑车啊，居然塞车了。然后我看到中国大陆的网友 po 文还说，哎呦，没堵在国内，堵在了瑞士了，不可思议。那澳洲搭船哇，不用讲英文了，因为都是中国人啊，大家互相都可以聊天，互相分享资讯。网友甚至还开玩笑讲，非洲的狮子也知道中国放假啦，哪都看到中国游客的身影，连非洲狮子都被迫很眼熟这波盛况。说起来，这个大陆网友形容叫做又好笑又骄傲。所以赖老师，光看到现在美国的状况，对于意大利啊，对其他国家不假辞色，而中国这一次的可能因应措施，反而是大家逆向可以合作的对象。我觉得川普真的是公私分明就是说他跟意大利的总理很要好，对呀，但是课税照课，他也可以热情的接待李在明那李在明也更开心的送他很多财宝那些宝贝，那个甚至连那个龟壳虫都送给他了然后但是呢，那个钱照要3500亿，而且要现金，现在韩国人也苦不堪言那所以川普还真的是公私分明就是朋友照交，然后该拿的照拿一点都不留情。意大利面都不行。意大利对不对？那对意大利来说的话，这不是好消息了，因为100多的税就基本上是卖不出去了那因为他认为美国人自己可以生产这个意大利面嘛，不需要一定要从你意大利进来。不过我觉得品质还是会不一样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面食更重要是那个麦的麦种麦的位置，那味道还是会有口感有差。不过很明显的，川普就是不要让你意大利的面卖进美国，因为美国人自己能做嘛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这样子，王毅在今天开始，他要到意大利访问，接着要到瑞士去访问。当然一方面是跟意大利开会，意大利原本的这一位的首相他是法西斯政党而且他是法西斯的后代嘛，他本身是一开始他就切断了跟中国的一带一路，因为本来在讨论要不要续下去的问题，意大利的政坛也很纠葛，但是这位极右翼上来了以后，断然的就结束了。可是结束以后没有给意大利带来更多的好处，而我觉得意大利已经看到一个问题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塞尔维亚的高铁已经通车了，这个高铁通车是中国大陆帮他们新建的，他要跟匈牙利要接所以我们叫做这个塞匈铁路匈牙利接到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再往南走到马其顿，从希腊出海。那这样的话等于是南欧的内陆国家就摆脱了它的内陆的困境，它的这些产品就可以透过这个高铁的这条铁路运输把它送出去，那进口也可以从这边进来，它会大量的走希腊的路线。当初中国的规划是除了走希腊以外也可以走意大利来连接上去，但是意大利把一带一路切断以后，那当然意大利的这个港口的揽中国货的，跟从欧洲把欧洲的货品，尤其是南欧的货品从地中海到中国的这个就切断了嘛。那这个对于意大利来讲看起来苦果开始出现了，我觉得意大利很有可能会在做修补。那大陆现在对于意大利也在试探，看它还有没有在复活的可能性，那么回去过去的可能性。不过我觉得现在对美国农民比较可怜的地方是在于，你即使你川普补贴或者是帮他找市场都太小，他需要是中国这么大的市场，而一旦不买了，他们就苦不堪言。原因在哪里？不只是补贴的问题，更重要是在于明年他要耕多少地，没错，不知道不确定性那对农民来讲最怕的就是不确定。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对全世界的关税大战，连好朋友不放过，意大利以为交情很好，现在意大利面突然要苛征非常高的高关税，107%。对，因为意大利这个面食还是很它的一个骄傲嘛，而且是世界上都很畅销。有这个研究就是说，每一年这个意大利面食出口，大概总共生产400万吨其中大概60%250万吨是出口。那出口的对象里面呢，
美国的是全世界意大利面食的3大买家之一。大概出口的金额大概是去年来讲是40亿欧元啊。那美国的市场你说大也还好，就是7亿欧元左右。但是光这个动作已经让意大利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已经是叫苦连天，说不公平，凭什么说我们倾销？难不成连意大利面的制造都要让我们从意大利本土要移到美国去设厂吗？难道是这个意思吗？所以不过我刚刚还蛮同意这个赖老师所说，就是川普真的就这样亲兄弟还是明算账，就是一码归一码，是公事公办。因为梅诺尼他是出生于这个所谓的意大利兄弟党，他其实这个党其实历史非常的清。那有点右翼民粹，所以他在很多的意识形态跟政策上看法上跟川普是天然的接近。大家不要忘记，在1月15号川普还没就任总统的前5天，梅诺尼就飞到哪里？飞到海湖庄园，佛罗里达州跟川普畅聊，一起吃意大利面吗？而且当时还有马斯克哦，因为马斯克对梅诺尼印象也非常非常好，当时是3个人非常坚固的一个同盟。那今年不是4月2号川普宣布对等关税，4月17号2周之内，梅诺尼又去一趟白宫。当时所有的氛围都是相谈甚欢，很好很好。可是大家没有料准到15%的关税之外，会对个别的意大利的骄傲、出口的主力，来对他瞄准他。所以这个就是川普的风格，大家应该都见怪不怪。也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原因，他就突然说我要苛征107的关税对意大利面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中谈判其实蛮意外哦，大豆居然变成主角。那现在在美国还没办法跟中国谈出来之前，到处要别人先来买他的大豆了。中国大陆真的是曾经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大豆的这个市场哈。像今年2025、2024年的话，它一共买了126亿美金，6亿美金哦，126亿，126亿美金啊，大概1/3，去年1/3的这个所谓的大豆生产完了都送到中国大陆去了。那川普为什么会紧张的原因，因为是川普的主要支持者是来自乡下、农民、农业州这些。所以这其实农民在美国整个的生产的这种各行各业人数里面，其实它是占的很低啦。可是呢，他们是川普的核心的支持者，对，不会改变的信基督教的啦，然后这个住在农业地区啊，像中西部啊这些所以这个对他的冲击，在政治上的冲击压力是真的很大。最忠实的支持者现在受到最严酷的惩罚，而被你最津津乐道、一再吹牛的关税，他们就是最大的受害者。你说关税非常好，农民告诉你，我们是最大的受害者。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这节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委员，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是外媒来台湾做的访问，上一节讨论到这一节呢，因为上一节总统非常有信心，告诉大家说我们国内加大力道，史上最大的帮助年轻人的方案，大家也许感受的不是那么明显，或者是感受不到。但这一位呢是塞斯顿是美国广播节目主持人。那么这次访问谈了很多，因为他是知名的 MAGA 人士跟川普的子女关系都很密切多次也访问川普呢。因此这个谈话是不是有代表性，还是说努力的促成很久，不知道。但当赖总统口中讲到川普的时候，他特别提醒川普如果可以公开谈让习近平这个致电说他曾经这样讲过，如果川普能够让习近平放弃对于台湾发动武力攻击的话，川普心心念念的诺贝尔和平奖就一定拿得到
那被问到想跟川普讲什么，有机会的话，他的回应是说，会建议川普特别留意习近平不仅在台海周边的各种的军演活动之外，印太地区的变化。这一段呢，一样被认为就是共和党人最不喜欢听的话。老师还在这个民主同盟啊这种概念呢，就说面对的不是只有并吞台湾而已，如果台湾有事被并吞的话，中国会更有力量在国际上跟美国竞争。这是美国共和党觉得情勒的这种言论，但总统继续要跟川普讲的就是这样。其实还不如谈美国利益，哪里对美国最好啊？但这个就是讲美国利益啦。美国的半导体80%的利益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关税谈判，还有整个所谓的台湾科学园区要搬过去供应链。他说呢，台湾很乐意跟美国一起努力，共同协助美国的再工业化，并且成为 AI 的世界中心，让美国持续领导世界，也让美国再度伟大。这个是一讲再讲。我们的总统要让美国再度的伟大。那当然，这一次的访问里头川普第一任时期的美国时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就曾经示警过，这个中国大陆甚至可能在不引发全面战争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引发台湾非常严重的危机。各种局势呢，也可能在4年内升级啊，让川普总统更多的人夜不能寐，是前一任的国家安全顾问了。但现在川普怎么看呢？他的所谓的战备战略计划已经回防到美国，对印太的态度已经全面在改变当中。但我们台湾自己怎么准备，怎么因应？零日攻击是一个因应宣传嘛，花了我们上亿元的人民纳税钱啊。结局来啦，那有耐心看的朋友蛮厉害的。那看完之后，他们觉得神奇啊，真的是用扫把就可以护台湾吗？零日攻击的完结篇出现了100多名国军拿着步枪就可以守住大胆岛，然后就战胜了这场战役。让民进党的沈伯洋担任的顾问，这种神的剧情呢，让大家觉得太神奇了。方恩格啊，这位这个共和党员啊，他也惊呆了。他说：“哇，这种是世界军事的奇迹。”轻武器就可以打败大战哦。那网友直接帮他做个重点摘录结论，就是说嘲笑中国抗日神剧多年，我们自己居然拍了一部最神奇的，还是政府补助的。那国防部次长通敌拖半天才被抓，离岛的战争靠轻武器就能击退解放军，通讯都没有被干扰哦，是用弟兄们通话到最后一秒哦。那准总统哇战胜了，发表演说，主题竟然是多元性别跟接纳新移民，大家笑歪了。本来以为是战争剧，结果看到一半变成政宣片，那甚至是科幻片吗？那个外籍移民还可以把这个买春的客人变成猪啊，这种剧情多么的神奇！但现在零日攻击用这些离谱的剧情来所谓的国内的保防教育吗？防刃教育吗？顾立雄回应没有评论，但是影集要展现的是大家对于中国大陆的威胁要随时警惕，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吗？最近今天联合报的头版是这个消息，2栖营从金门移到了澎湖。那么因为协训的美军在金门出入，去年曾遭到美国媒体扩大解释会有问题，所以在美方的支持之下，把这个部队往这个澎湖移动了，战略的影响会是什么？外界持续观察，跟两岸的敏感当然有关系，但国民党的主席的选举白热化的被问到的主要的焦点都还是关于两岸的路线，各种分析目前形成是郝龙斌、郑丽文、罗智强3强竞争的局面吗？亮哥认为现在郑丽文、罗智强都是回到9·2共识，郝龙斌则是比较不敢直接碰触，那这样跟民党的区别就在不台独，怎么样才能带动国民党接下来的热情，这个是关键咯。委员，我对郭正亮讲这个话不敢相信啊！我们大家都是念博士出来的，你在讲一个很重要的评论以前，你要查一下资料。9月25号，郝龙斌接受上报的访问，那个上报下的标题就是坚守9·2共识，但9·2共识不等于1国2制。那希望北京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他这边讲了9·2共识啊，坚守9·2共识。到了10月2号 ，TVBS 我们这个电视台跟联合报主办的电视辩论里面，郝龙斌一上台就讲9·2共识一中各表的对等基础下，以对话代替对抗。所以国民党的
正统的国民党呢不会去排斥9·2共识的，因为你两岸在马英九的时候，两岸可以风平浪静，而且来往这么密切，最主要就是9·2共识嘛。但是站在我们立场来讲的话，我们的9·2共识是一中各表，而当时在香港双方在谈这个时候，也是保留对这个一中，大家保留它的模糊，刻意保留模糊。大陆有大陆的政治上的需要，我们这里也有必须要跟2300万人民交代的这样一个需要，所以没有说是如郭正亮所讲的，好像郝龙斌故意避开9·2共识。我随便上网一看，就这2条，我还不需要去问郝龙斌，你讲9·2共识没有？我上网一查就有了，而且多的是。其实我在广播访问他也提，回到没有错啊。所以我觉得郭正亮不晓得，当然他一开始从头就支持某个特定候选人，这个是没有问题，大家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可是你针对别人，你要去做批判的时候，你要做功课的，不能随意讲，这是不好的了啊。我是讲话比较直率了。这一讲到中国大陆的就是这个赖清德接受访问的问题。当然他知道川普最喜欢就得到诺贝尔奖嘛，诺贝尔和平奖嘛，所以投其所好讲这个东西，想要拉近跟川普的关系，我认为这无可厚非。好，但是最重要一件事，我们要把两岸关系当作我们的筹码，而不是把它当作是我们一个负债。我讲这个不是因为我们每年从中国大陆市场赚了很多钱，也的确是这个是个事实。最重要在战略上是很简单，你两岸对立的越厉害，对美国来讲，这个就是个筹码嘛。我对美国越好，你们两边尽量对立，但是不要打起来，打起来就把我拖下水，我不干。那所以呢，我们应该告诉美国，就是说我们跟大陆其实一衣带水，台湾海峡就这么小，基本上大家来往还算是密切的。经贸的贸易量也非常的大，而且还有一些通婚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大家拥有共同的文化跟很漫长的200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嘛，所以你说我有信心啊，这个我们两岸只要双方领导人努力，我认为两岸台海维持和平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也希望美国扮演正面积极的角色，来协助两岸稳定双方彼此的关系，让两岸可以早日恢复对话。你这样讲的话，美国会觉得说，看起来赖清德跟中国大陆之间还有相当程度的可能有一点互信哦，所以我们可能要对台湾好一点哦，把他逼急，他可能就往大陆跳过去了。那你现在这个底牌全部都新开来了，你从头讲到尾，这个叫恶意的螺旋嘛？你双方北京看到这个不会很爽，习近平看到这样子，你点着他的名讲这些话，他不会很爽的嘛。所以两岸关系一定会越来越坏，越来越坏，结果美国就要跟你要的越多，然后你就不得不说我们要协助美国，好像这个要建立一个 AI 的世界的一个中心。那美国就讲你既然这样讲了，好，台积电再投资再加1000亿过来，然后呢，你呢其他的相关配合的产业。那个做封装做什么，全部都给我过来！你不是要帮我打造个科学园区吗？搬过来，对不对？所以谈判要知道怎么样爱惜自己的筹码，没有筹码要创造筹码，而不是一下子亮出来，头伸出去，随便要让人家砍。这个不是谈判的这个高手所应该做的事。赖老师，如果按照黑熊观点，零日攻击，我们拿步枪就可以打赢了，那怕什么？还需要跟川普这么卑躬屈膝吗？都不要怕。既然都不怕，那你赖清德你就宣布独立吧，宣布啊，不敢嘛？为什么他不敢宣布独立？那就是因为他知道，你什么时候宣布独立，你什么时候搞台独，两岸就什么时候发生战争。所以你放弃台独，两岸之间就不会发生战争啦，还需要川普来介入吗？所以我是觉得他这句话很怪啊。川普若能让习近平放弃对台动武，必然能够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现在还没有对台动武啊。然后你赖清德，你只要宣布我放弃台独，我从此以后不搞台独，那两边不会打仗了，那不是更好吗？而这么简单的事你不做，你还要一个外人来做，然后问题就是这个外人他也不会理你，也不把你当成一个咖。然后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川普会说对不起台湾我没有本事介入啊。而且我怎么觉得他在嘲笑川普啊？川普不是已经说我有8个
战机，一定要拿到了。现在你又说加台湾才行吗？所以那个川普没有拿到诺贝尔奖，都是赖清德的错。赖清德，你要给我送一个诺贝尔和平奖来，你是造成我没有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始作俑者。你为什么要搞台独？你今天跟我宣布，保证你不搞台独，我就可以大大方方的说，我坚决反对台独，那我就可以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了。哎，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又回到赖清德身上了。你就宣布说我不搞台独，美国人川普就可以顺势说，你看赖清德都宣布他不搞台独了，所以我们美国人坚决反对台独，那两岸之间不要打仗啦，天下太平，两边好好的坐下来谈和平统一的问题，不要再搞台独啦，因为不搞台独，那就只剩下一个中国了嘛。因为没有台独了嘛，那当然就是一个中国，那就是两边要怎么来处理的问题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赖清德怎么会看不懂？不过我对赖清德讲的一句话我不太同意，他说，因为主持人就问赖清德说，你想对川普讲什么？对，想让赖清德说，台湾被并吞，中国会更有能力跟美国竞争。那你的意思是说，要用我们台湾人的命去保护美国人的命啊？哦，对不起哦，赖清德，你要用我们台湾人的命去保护你的儿子跟你孙子的命，那这点我们不同意啊，绝对不同意啊！我们台湾人的命很珍贵的，我们没有理由去帮美国人保护他的命啊，这点我是坚决的不同意，而且是100%的不同意。台湾人，你千万不要用你的命去保护美国人的命，这个没有这个道理啊，这个真的没有这个道理。而且我们大部分人。我们都没有儿子跟孙子是美国人，所以你一旦两边战争爆发以后，你还不能够拍拍屁股坐的专机就能够飞到美国去。不过有一个人他有行政专机，他还可以飞，我们没有办法挤上那个行政专机。那个行政专机当然就是1号专机嘛，他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啊，这个是不可以的事情。国民啊，他们这些反中的鹰派，他们越来越焦虑。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越来越焦虑吗？不管是国民，因为他发现了这个川普啊，他的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啊，他解聘了好几个人。对，那些人是这个反中的，他开始解聘了。然后最新的一次是9月的时候，商务部有一位助理部长，他是本来被提名，可是他是坚决的反中、仇中、恨中的，结果这个川普把他撤销提名，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对华鹰派的美国的这一些学者、专家，或者是智库，或者是一些政治人物，他们本身没有官位了，因为在川普任内，这些人的官位不保了，他们着急了，因为他们现在想，哎呦，我没有官位，我就没有饭吃，我没有饭吃，我就必须要依靠民进党的脸色来过日子了，因为他们要到民进党，要从那边坐飞机到民进党来。然后呢，讲了2句这个民进党听起来很爽的话，30万美元拿来，旁边他们几个人都这样玩嘛，就是讲完的话以后，30万美元放口袋，而且来了要坐商务舱、头等舱，还要住5、6星级的饭店，还要吃喝拿好的，讲了2句话你爽的，然后他就拿30万美元就走了。那是我们台湾人民的血汗钱，不是民进党的血汗钱。但是以后这些人，国民啊，这些人就是要靠这些钱来过日子。哇，他们一看越来越焦虑了。为什么？因为如果川普这样一直解聘下去的话，他们怎么办？他们现在用激将法，激川普说你就是他狗，你看你就是软弱的，你出卖美国人的利益去讨好中国大陆。他要激将，激什么呢？激川普说我哪有，我就是最反中的。然后这样的话，他们又有官位做了，所以他们现在在找饭吃了。大中老师，一时外界都认为我们的执政党跟川普没有太高层的管道。联系管道上是出问题的，所以透过这个跟川普很熟的媒体，至少报道的内容，川普有机会看到的几率比较高嘛。但这样的谈话内容，你认为适合是台湾在此刻所表达的立场吗？对，第一个就是很明显，就是赖总统在对这个保守派广播这个主持人，这当然就是 MAGA 的重要的这个人士之一，我觉得他是尽情卖力的演出了就是投其所好。因为提到诺贝尔和平奖，其实的确川普是重视。9月30号，他不是在陆战队基地里面对着几百位美国将领讲话嘛？他也特别提到说，从今年1月份到现在，他成功调停了全世界7个冲突，
所以诺贝尔和平奖要是最后没有奖落在他身上的话，应该会对美国是一个侮辱，所以是非常川普式的一个谈话。那而且在这几个月当中，不管是巴基斯坦总理或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提过说要提名他。还有一个很重要，对川普心里面而言啊，奥巴马是在任内第2年，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当时奥巴马自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即便连奥巴马都得了，川普心中当然是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访问的过程当中，赖总统提到诺贝尔应该就是有点是刻意的，但是你那个操作要看有没有过头，而且我觉得退一万步说哈，有这么多的各国元首都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川普恭维他投其所好，但其实未必有效哦。你看那李在明8月份进白宫的时候，风风光光送川普2顶有 MAGA 的牛仔图案的牛仔帽，还特别恭维川普说是和平缔造者啊，可以跟他在北韩碰面，跟金正恩。可是，一转头，美国对于所谓的这个韩美之间的贸易关税谈判协定一点都不马虎，基本上是软土生绝，还是给这个李在明非常非常强大的压力。第二点哈，就刚刚所讲，这个逻辑上说啊，只要是川普能够让习近平永远不武力犯台的话，应该要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其实这里面还是有很实际的议题可以做讨论，因为不读不，就像刚才赖老师所说，我记得90年代美国也很有名的官员，白宫国安会李凯卢就讲过，忠诚协议不读不补，意思是说，当你要别人做出承诺不武的时候，其实台湾要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跟承诺，以美国的角度而言，一定是如此。再来，不用武力侵犯台湾已经是一个最低标的标准，应该是说要更进一步嘛，要让台海之间的情势更稳定，目前的紧张状况各环节，这不是也很重要？最后一点，第3点，因为赖总统又再度提到国防预算占 GDP 5%，还提到北约标准，但是赖总统提的我们的标准其实比北约严苛很多。去年我们占国防预算占 GDP 2.45%，明年要成3.32%，赖总统说是要到2030年要达到5%，其实这不是北约标准，北约从2014年走到2024年，用10年时间让会员国达到2%。今年的海牙峰会里面是说，今年是2025喽，未来10年内到2035年才要达到5%，而且这5%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国防直接投资、核心投资，第二部分是比如说像网络安全还有基础设施。所以北约的这个程序，假设真的落实的话，是有时间慢慢去做调试。可是我们给予的承诺，我觉得其实国人都相信了，以实力获致和平，让国防更有这个嚇阻力、自我防卫能力，当然没有人说不。可是我们的这个曲线可能非常陡峭，意思是说，在很快的4年多之内，要从3.32再到5%的话，它的国防预算造成总预算排挤效应，其实这要想办法去做，没有那么的简单，要有全盘性的一个思考。蔡总统要 order 指挥川普去帮他，跟习近平谈一下，真的有这么容易吗？川普会接受指挥吗？